Wait. Thank you. 怎么了？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，你有一块这样的石头，在吴哥窟，你也在找同样的一块。你听过那个故事吗？我的这块是去年和诗雅在吴哥窟捡到的，这次来，本来也在找同样的一块，可是太难了。当我知道你有这样一块石头的时候，曾经还想从你手里把它买过来。虽然我只是个学生，没有你没有钱，不过你觉得我会卖吗？现在人都已经死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送给你了，两块石头凑在一起，希望你和你的爱人别像我们这样。小陈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国际刑警的领导找你谈话。国际刑警找我？废什么话，快点吧。那我的呢？等我几天，又没说不给你。进门不喊报告，警校没教过你们？都是你啊！你是国际刑警？嗨，要我出去重新再进一次吗？不用了，都那么熟了。哎，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，有没有兴趣加入 ICPO？ 有啊。想清楚再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如果只是为了张力，我劝你再考虑一下。不愧是 ICPO 啊，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准确。那你们起码要让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吧？保密条例第13条，在对方没有明确答复我的问题之前，我不可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不过只要不是文职工作，我都可以的。抓毒贩，有兴趣吗？有。好，那没问题了。问题倒是没有了，不过你们国际刑警都这么爱喝酒啊？凉茶。开除夏天，这为什么？我看过他的档案，各项成绩综合起来全校第一。为什么你们没有推荐给我？这小子就是个刺儿头，经常打架违纪。你也知道，警察是纪律部队，不能只看成绩啊。有道理，开除他。
如果我是那位将军，一定不会离开自己的女儿。当地的人还传说，如果谁可以在女王宫的附近捡到2块一模一样的石头，就可以跟猎人白头偕老。如果风景不曾斑斓，眼前斑驳怎会感慨？你的故事是否还没说完？如果晚霞终归尘埃，心中石头怎会摆满？理想歌迷沉入脑海，解不开。人间里需要多少神秘感，我们才肯臣服于爱？有关于你都让我想回头。是这里期待，一步走来，若隐若现的情感，你会藏在哪句对白？如果爱能被窥探，让我慢慢来，用心眼去看穿答案。或许褪去那些斑斓，才有更多空间坦白。你的故事有没有我这段？或许晚霞终归尘埃，你却落定我的心坎，什么都能学着看淡，你除外。天空的骄阳似火，面前的云海碧蓝，都比不过你的眼睛那么明亮。只要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会忘了我自己。还有别人吗？没有了，这就是只有我们两个的世界。张丽，我爱你。如果爱能被窥探，让我慢慢来，用心眼去看穿，曲折离奇的浪漫，不怕艰难，只怕走散。若隐若现的情感，千呼万唤，但愿无憾。如果爱能被窥探，你想不想要看过多久？我的爱仍在。
们继续吗？继续。我们刚才说到雕塑杀手留下的暗示，既然 ICPO 已经证实过，空白处的死亡年份并非代表两个雕塑之间的距离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思路再放开一些？比如，可不可以是经纬度坐标？思路不错。泰国是东京北纬。以罗丹为例，1840年到1917年，2个数字，那么只有2种可能：东京18度40分，北纬19度17分，或者调换过来。这两个位置相距也不会太远。马上查一下。不用查了。非洲，乍得。没错吗？Hello， 喂，醒醒！看来是用不着了。美女，你的酒。谢谢啊。给我酒。为什么他给我下药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给他下药，就想偷点钱用，我保证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谢谢大哥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出了点岔子。没关系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。尼古拉斯·库斯图的生卒年份是1685年至1733年，这是目前我们唯一明确掌握的线索。凶手可能出现的时间范围，就是今晚5点25分到5点33分。5点38分。没错，如果是一幅完成于1689年的作品，最迟的时间可以到5点38分。这次的时间很短，所以今天下午5点到6点，以目前已经出现雕塑的2个位置为圆心，各自半径2公里以内为范围，蹲守、搜捕
同时进行。行动。Yes sir。白雅，夏天是 ICPU 的外聘专家，没有配枪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行动时你跟他一组。Yes sir。我没骗你吧？曼谷的便利店除了中午以外，要到下午的5点以后才允许卖酒。现在已经是1701年了。尼古拉库斯图已经16岁了。尼古拉库斯图要24分钟之后才会出生。我真是疯了，居然在大白天去帮你买酒，还是在蹲守抓捕连环杀人犯的工作时间里。你们 ICPO 没有戒酒纪律的？我不是 ICPO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缩小了目标可能会出现的范围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蹲点守候？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才是。我们不知道目标的体貌特征，也不知道具体会出现在哪个位置。在街上瞎转悠，和守株待兔的中奖率没多大区别。你的意思是，还会有下一个雕塑？有这个可能。你说，有没有可能是新渡宁警官？很可能。那位张警官，真的是你女朋友啊？你醒了？一个姑娘大白天就喝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，只有先带你到这儿了。我给你留个号码，以后在曼谷有事可以找我。我先走了。师傅，我去替你送送师娘。别胡说，他可是国际刑警啊！什么？我看过他口袋里的证据。那你还带他回来？师傅，你那巡店是不是在吗？我找到人找到了。不是我说，附近这几条街我都找遍了。再说就那么一张照片，况且还看不到脸，这也太模糊了。我这个兄弟很少求人啊。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哎，好嘞。尼古拉库斯图死了，可作品还没死。各单位注意，第3具雕塑已被发现，一直在。
下午5点19分，快递员送来这个大包裹，因为需要户头付款，所以和雕塑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拆开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。快递员的身份已经核实了，而且昨天和前天雕塑杀手出现的时候，他都有不在场证明，所以基本可以排除问题。据快递员的供述，有一位客人让他送货到展览馆，并且特意说明了这是一件参展的作品。快递员在什么地方取货？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，附近几条街道都没有监控录像，所以很难顺着这条线索查找疑犯。因为客人不在，快递员还特意从拼装木箱的缝隙里往里看，确认了这是一件雕塑，才打包装车。疑犯越来越狡猾，这次居然不亲自出现。查一下这座雕塑的资料，把前2个雕塑的照片调出来，排列出到目前为止凶手给出的3组字母。好的。Peter，凯撒密码。这就是到目前为止3座雕塑底座背后所刻的字母。第3座雕塑，凯撒大帝，所以很可能就是暗示密码为凯撒密码。凯撒密码就是通过把字母移动一定的位数来加密和解密，但如果不知道字母的偏移量数字，想解密仍然很困难。3。为什么？第3座雕塑，雕塑杀手给出凯撒这个提示，下面所刻的名字是米开朗基罗·伯纳罗蒂，正是第1座雕塑大卫的原作者。这说明他原本就想以3座雕塑为一个循环，数字3很有可能就是解密的钥匙。好，把所有字母往后移3位数。喂，张丽呢？来过电话，说情绪不太好，我让他先回实验室了。Peter， 这好像没有什么关联。把所有字母往前移3位。把所有字母前移3位。
字母都湿了，哎呀，湿了会着凉的。来来来，下雨了要打伞呐，湿了呀要擦干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三妹欺负你了？哎，这个臭小子！嫂子，Art never dies， 艺术不死。这说明，空白的死亡时间仍然是解密的关键。夏天，你去哪儿？把所有路线重新走一遍。班雅，你们继续分析。鬼啊！鬼！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有鬼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您看，有鬼！快起来吧！鬼！外面有鬼啊！有鬼啊！鬼呀！虽然还是不对，但每次你走到终点的位置，都和实际出现雕塑的位置相差不到1公里，相差1步也是错。换个思路吧，不要钻牛角尖了。今晚不回去啊？怎么回啊？刚吵了一架，今晚是没脸见他了。在警局对付一宿吧，还能想想案子。OK， 我陪你。通宵工作也要先吃东西啊。哦，正好，我也饿了。夏天，你的宵夜。谢谢。哎，站住！把枪放下！你能想到用陌生人的方法来伪装成自己，不错啊。
是因为你害我挨了一顿揍。我早晚得把它做成雕塑。不过这个女孩倒是长得挺漂亮的。你不会还想做点什么吧？我才不会玷污我的艺术，我只是觉得它很符合我下一个作品的构思。张烈，张烈，你要干嘛？怎么有鬼？有鬼啊！有鬼！哪有什么鬼啊？张烈呢？他去抓鬼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，他在上面有鬼呀！喂，Peter，张力被雕塑杀手抓了，就昨天晚上。你先冷静。我们搜查辛杜尼家里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张他和第二座雕塑里的死者嘟嘟握手的照片。背景是 BI 药业集团下属的一个药品仓库。你不可以进去，下天。任建国，主席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拦住他。今天是六斋日，待会儿我要到佛堂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这是雕塑杀人案第3个死者信杜尼警官和你们公司那个员工杜杜的合影。我查过，信杜尼从没负责过你们那个药品仓库的任何有关公务。你现在来给我解释一下。昨天我不是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吗？BI 药业集团有上万个员工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杜杜。再说了，他跟一名警察有过合影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我凭什么要向你解释呢？我现在不跟你讲法律。张力是不是在你手上？张力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邓建国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久都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需要知道，我夏天现在在乎的东西已经很少了。谁要敢踩我的脚趾，我就砍掉谁的尾巴。但每次你走到终点的位置，都和实际出现雕塑的位置相差不到1步。
邓博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泰国看风景呢，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最近很轰动的那个雕塑杀人案？我知道啊。那个雕塑杀手是不是你的人？怎么会是我的人？真的不是？真的不是。那他为什么会把张力抓走了？我不知道，张力被抓走了。邓博，您亲自吩咐我，暂时不动张力，我怎么敢？不是你的人就最好。总之，你最近不要来公司。有事的话，我会让杨家跟你联系，知道了吗？明白。张力在哪？我虽然把他的鼻子和嘴巴露出来了，但是他浑身涂满了石膏，最多30分钟就会完全硬化，然后慢慢压迫到他的胸腔，呼吸就会越来越困难，能撑多久，我可就不知道。现在你明白该谁做主了吗？你要怎么样才敢放？啊！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你要再多打我一拳，我求你了，你再多打我一拳，没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啊！满意了吧？哪有那么容易？啊？你还想干嘛？手上有2杯酒，你面前的那杯加了氰化物，把它喝了，最多5分钟，你就死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还有的选择吗？啊！毕竟要牺牲自己，你多考虑会儿。我不着急，有的是时间。伟大呀，一点都没犹豫就把酒给喝了，配得上我为你准备的这幅作品。张力在哪？不着急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现在，我做主。OK， 其实很简单，每个雕塑上面的空白死亡时间，一直都是最关键的信息。我们之前的推测没有任何错。而你故意留下的凯撒密码，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。可你一定发现试着走
却发现地方不对。哼，我一直都在想，为什么我推测出来的距离和雕塑出现的实际距离相差不远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并没有想到，直到我在 BI 药业集团，BI 药业集团，我在邓建国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一尊佛像。邓建国。现在，除了泰国、老挝、柬埔寨等极少数国家还在使用佛历之外，其他的国家都在使用公历。而你故意用公历标明每位雕塑家出生的年份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想到佛历。你还不算太蠢。米开朗基罗死于1564年，换算成佛历，要再加上543年。从第3座雕塑出现的位置，沿着凯撒大帝眼望的方向直行2107米，就是这里，也就是你上一次杀人预告里这一次雕塑出现的位置。张力在哪？或许褪去那些斑斓，才有更多空间坦白。你的故事有没有我这段？或许幻想终归尘埃，你却落定我的心坎，什么都能学着看淡，你除外。人间里最魂牵的神秘感，是你还没亲口说爱，颜色却像在要我去怪诞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我没打算一步走完，若隐若现的情感，你会藏在哪句对白？艰难。